剑与远征启程，熟悉我的大伙应该都知道，1个多月前我参加了剑与永恒的低难测试，并且发了个视频测评了一下。这种挂机放置类，在不少玩家，包括我的心里都有个刻板印象，就是一开始有趣，后面就越来越无聊。但剑与远征启程却凭借着小清新的画风、休闲挂机的玩法，以及能在大世界到处探索的新奇体验，给不少玩家，包括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而且在公屏内的荣誉战场模式也让游戏有了很多的乐趣性。上次测试我也是玩得挺上头的，那么我就带大伙看看，比起上次测试，公测多了哪些内容和福利。挑战报课0元开荒剑与远征启程啊！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。还是经典私域开局，剧情先放一边，先把脸捏了。金发 auto 启动。该说不说，这都改成这种大世界探索，真是有 RPG 那味儿，我还挺喜欢的。我没玩过上座剑与远征，这里的剧情看起来像是连着上个游戏的，不过没玩过上座也看得很明白。不过剧情上册的时候已经讲了一些了，这就简单带过好了。感兴趣的大伙可以跳转到我上期视频看看。先给没玩过的观众讲讲基础战斗机制，好吧，其实也没有太多可以讲的。这款游戏走的是一个轻松休闲的路线，你只要把角色布阵，然后就可以自动打了。点击角色头像即可释放它的强力大招。如果想偷懒，也可以点这里自动战斗，这样大招就是自动释放了。虽然战斗比较简单，但还是有不少策略性在里面的。比如战场上有时候出现这种火药桶，手动引爆就可以对周围一格造成大量伤害，也会有这种能阻碍平 A 的城墙，合理站位就可以规避一些伤害。地板上有时也会出现不同种类的增益格，比如说这个双重释放，站在格子上的角色释放大招可以再召唤一个虚影，额外释放一次。如果你打不过卡关了，就可以手动利用这些环境去夺得先机，也能跨级拿下。游戏中还有不少能提升战力的方式，最直观的提升就是升级穿装备这些没什么好讲的。比较特别的是，游戏里有一个叫做旧日回响的东西，在这里可以激活主角的技能，比如说这个苏醒术，可以给全队加攻击护甲模看，并且战斗每隔一段时间会给3名血量最少的角色恢复血量。后面还有很多技能，不过大部分都要通过主线等级或者别的方式解锁。那有些玩家就要问了，我把这些都提升了，还是打不过主线怎么办？别急，要知道剑与远征启程是一款挂机大世界放置游戏，别的游戏打不过要么氪金要么干，在这款游戏里你只需要睡一觉，第二天起来收一下这个挂机奖励就好了。没错，这游戏最主要的资源获取方式还是在这个挂机奖励里，在这里可以进行关卡挑战，每过一关你挂机获取的资源就会增加，所以前期最优先的事就是把这个挂机关卡能推多远就推多远。挂机游戏收菜的速度我觉得是最重要的。同样的，抽到一个好角色也能让推图变得轻松些，但先别着急氪金，点击右下角的这个活动，打开就是启程之礼，7天内前6次签到都会送一发10连，第4天还会额外送一个角色，第7天直接送金色角色4选1。根据我上次测试游玩的经验，这游戏卡车出货率还是很高的，而且公司还增加了一个新东西，右下角这里有一个签到送全英雄。没错，这游戏开服就直接说要送全英雄，这种福利放在哪个游戏里都属于重量级，并且这也不只是个噱头，每天现在都会送一个角色，签到7天就可以随机抽一个金色角色。这个活动时间也是无期限的，也就是说只要能玩1个月就可以白嫖全英雄。别的不说，诚意这一块的确是拉满了。领了福利的时间抽，先去抽抽卡啊，直接就出了吗？看什么角色啊，瑟西亚，我怎么记得上车我抽的也是你啊？不过还行，我记得他伤害挺高的。抽完之后就解锁了资源卡池，选择5个角色，30抽内必定出这5个之一。抽到新的角色也不需要担心要重新升级，这游戏有个设定叫共鸣之手，选择5个角色放上去之后，所有的角色会继承5个里练度最低的角色，也就是说只需要练5个角色就够了，极大的减少了干度。把角色练好之后就可以挂机打这个挂机关卡了，推到30关之后还可以解锁自动挑战，可以直接切到后台自动打，放机挂着手游就是这点好，点一下之后就可以开始干自己的事，非常的休闲。哦，解锁了世界首领沼泽之主，就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开局就向人群丢了个水炮，这伤害也不行啊。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的话，就够该受死吧。我的卢修斯呢？怎么没了？我去，这什么玩意打了1万多啊，直接把我满血钱牌给秒了。这一点名就死一个，根本顶不住啊。打了1万血之后，这个土水炮的伤害也高的吓人，不知道是不是进入2阶段了。打了60%，角色都死完了，看来还是练度不够，告辞。还解锁了个竞技场，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，一般游戏都有的。每次升段都会给你钻石，每日每周也会根据排名发放奖励。比起竞技场这种，我还是更喜欢玩荣誉决斗这个模式。在这里你会发现到游戏里原本的练度，取而代之的是系统会给你提供的初始卡组。这里我们拿第一个卡组好了，每次战斗前都可以在商店里消费买角色装备之类的，3个相同的角色即可进阶，就像自走棋一样。战斗开始时，我们需要先发3个角色上阵，然后根据对面上的3个角色，再派2个相对能反制对面的角色上场。这种设定也让战斗有了一定的博弈。说是这么说，其实这游戏我也不太懂谁能克制谁，先随便上好了，反正品质高的总该能打过吧。我就尽量凑同角色就好了。第一场简简单单拿下了，胜利9场即可赢下最终奖励。战斗结束后都会获得商店货币，让你继续在商店消费，这就是这个游戏的大概玩法了。竟然一次开出2张同角色，这个角色直接进化成了传说卡，运气有点好啊。对面这头孩子此时卡根本打不过我，行云输送就斩获8连胜，而我的场上更是好几张传说卡和1张神话卡。最后一场战斗我这边还都是满血，对面就嘎了9连胜，直接领了一堆奖励。该说不说，这个模式是真挺好玩的。总的来说，
剑影远征启程这款游戏在我玩了这几天之后，体验可以用2个字概括：轻松。游戏里的练度内容看上去可能不算少，比如想提升角色的话，要升级、要刷装备、要弄职业等级等等。但大部分内容你只需要点几下就会自动帮你搞定，的确是把休闲做到了骨子里。大世界探索也不光是让你走路那么无聊，里面有不少需要解谜的地方，还有宝箱能让你探索。别具一格的童话绘本画风，玩起来也是赏心悦目。而且虽然这游戏玩起来很简单，但也是有不少角色之间的互相克制需要去了解的。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喜欢竞技的玩家，荣誉对战这个模式也可以满足你。纯纯的公平战斗，全靠自己的运气加理解。可以说，无论哪种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大伙有兴趣了，可以下一个剑影远征启程玩玩啊！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这部小内容啊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给个3连关注啊，是一个更多有趣的游戏视频。那对吧？我是李，我们下期见。